朱拉尼领导的沙姆解放组织 HTS 闪电般夺得了叙利亚政权，阿萨德出走俄罗斯，并在那里获得政治庇护。这样急速的权力转移，而没有发生大规模冲突，避免了大量老百姓的生灵涂炭，这无疑是最令人高兴的地方。沙姆解放组织目前被美国、俄罗斯、土耳其甚至联合国定性为恐怖组织，今后世界各国该怎么与其打交道，目前还不得而知。沙姆解放组织领导人虽然叫朱拉尼，但其实他使用的是假名，直到最近，眼看着他将取得胜利，才透露了自己的真名，叫艾哈迈德·沙雷。起初他为伊斯兰国成员，后来与之决裂，具体的背景这里就不细说了。其实在2011年叙利亚突然爆发内战之前，我在西方是极少听到关于阿萨德统治下的叙利亚的消息的。随着内战的爆发，德国媒体疯狂地报道阿萨德如何残暴地压迫叙利亚人民。在我看来，其实就是西方媒体一贯那一套，为自己洗白，以及为今后采取介入行动打舆论战。显然这非常成功。直到现在，德国大部分人都认为阿萨德是一位残暴的独裁者。而2015年默克尔领导下的德国政府门户大开，接纳所有涌入德国的所谓叙利亚难民，当时是有很大民意支持的，很多人打出欢迎叙利亚难民的横幅，夹道欢迎他们。当时的德国人为自己占领道德制高点，在全世界面前当了一回圣母而沾沾自喜。记得我当年在网上卖一些二手东西，其中一个德国女人就与我讨价还价，说这些东西是她想买下来送给叙利亚难民的，问我能不能再优惠一点。虽然我不是政治及军事学家，但过去特别在中东地区发生的所有大大小小的事件都表明，其背后1000%有某大国及其狗腿子们的支持，让中东一直乱下去，削弱俄罗斯及伊朗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同时支持某大国的爸爸，就是那个人口不到1000万的鼻屎小国，让他的爸爸能在中东继续以一个国家的名义生存下去，这才符合他们的利益。所以2011年叙利亚突然爆发内战，其实酝酿以及准备早就 N 年了。同样，如果说沙漠解放组织没有土耳其、某大国以及西方其他走狗们的支持，鬼才相信。德国媒体称叙利亚终于解放了，德国总理舒尔茨说这是一个好消息，因为亲俄罗斯及亲伊朗的阿萨德终于垮台了，这是符合西方利益的。作为地缘政治极其重要的叙利亚，今后必然是各方势力的必争之地。目前看来，西方暂时取得了胜利，但接下来朱拉尼可能掌管叙利亚政权，他的走向如何，这个不得而知。会不会像阿富汗的塔利班？虽然西方政客及媒体一片欢呼，但不可否认，叙利亚新政权几乎等同于神权国家，与西方的宗教及意识形态是天然的死敌。今后该如何与叙利亚新政府相处，也是一个未知数。与德国媒体的报道风格不同，从评论区看，德国老百姓最关心的是，在德国的大量所谓叙利亚难民什么时候能返回他们的国家。作为纳税人，他们受够了用自己的血汗钱来喂养一群白眼狼，他们当然不愿意再做冤大头。中国人还是像以前那样少介入此类冲突，作为吃瓜群众就好，相信也能与叙利亚新领导人搞好关系，今后重建叙利亚可能还能获得不少合同。不过重建那天有没有到来，也还是未知数。处于地缘政治敏感地区的小国其实是很悲哀的，老百姓突然就生灵涂炭了。记得叙利亚在阿萨德领导下时是一个世俗化很高的国家，当时好像它的经济也还不错。今后叙利亚可能会像阿富汗一样重新回归伊斯兰教义法，妇女们又不得不戴头巾，不准再上学等等等等，而西方又会采取双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叙利亚会不会就此和平，也还是未知数，因为还有圣战组织等其他派别。好，朋友们，现在我们来看看德国国家电视1台的报道。阿萨德逃跑后，伊斯兰教徒承诺有序接管权力。攻占大马士革后，伊斯兰教徒显然希望防止出现混乱。叙利亚总理继续留任，
战士们禁止进入公共建筑。沙姆解放组织领导人朱拉尼正在大马士革市内。大马士革一片欢腾，在伊斯兰教徒领导的叛军联盟显然以零战事占领叙利亚首都之后，平民和武装战斗人员在市中心庆祝。长期统治者巴沙尔·阿萨德已经逃离，庆祝者们显然松了一口气。据一致报道，沙姆解放组织的领导人朱拉尼已在与政府就权力移交的组织工作进行谈判。起义斗士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武装战斗人员正在与总理加拉利通电话，国家机构应继续正常运转。朱拉尼解释说，在权力移交之前，国家机构将由总理加拉利监管。在他用自己的真名艾哈迈德·沙雷签署的书面声明中，他还命令军队不得接近公共机构，禁止对空射击。这大概是为了尽量减少甚至防止大马士革出现权力真空。在起义斗士们自11月底以来的快速推进过程中，朱拉尼已经以温和派自居。在叙利亚国家电视台宣布已经逃离的声明中，他和其他战士们都穿着便装。加拉利总理在电视台发表讲话，支持在叙利亚举行自由选举，以便人民能够决定领导层。他证实了与朱拉尼就过渡期问题进行的会谈。圣战领导人抵达大马士革。据战士们称，沙姆解放组织领导人朱拉尼现已抵达大马士革。在抵达首都后，他跪在地上亲吻土地。沙姆解放组织在电报上用他的真名艾哈迈德·沙雷解释说，该组织还公布了朱拉尼跪在草地上的照片。朱拉尼在已被阿萨德的反对者接管的叙利亚国家电视台发表声明，宣称我们的意志是坚定的，我们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沙姆解放组织及其盟友将继续坚定地努力实现我们的革命目标。与此同时，沙姆解放组织实行宵禁至周一上午。他们在电报上宣布，宵禁将持续到当地时间凌晨5点。在大马士革被关押的囚犯获释。伊斯兰主义者还宣称释放所有囚犯。在大马士革，他们迅速控制了一座臭名昭著的监狱，并释放了被关押的人。总部设在伦敦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站也证实了这一点。该组织宣布，监狱大门已向数千名囚犯敞开。这些囚犯是在阿萨德政权统治期间被安全机构抓获的。阿萨德逃往了莫斯科。清晨，沙姆解放组织宣称攻占了首都大马士革，阿萨德已逃之夭夭。这些起义斗士宣布，暴君巴沙尔·阿萨德已经逃走。这是流离失所者和囚犯一直在等待的时刻。在经历了数十年的压迫和苦难之后，这是返回家园和获得自由的时刻。显然，阿萨德的家人们几天前已经前往莫斯科。周日清晨，被赶下台的阿萨德也逃往了俄罗斯。克里姆林宫的一名代表宣布，出于人道主义原因，俄罗斯已经为阿萨德一家提供了庇护。配图说明，阿萨德的反对者一直期待着这一时刻的到来。起义斗士们穿过大马士革附近的总统府，宫殿和伊朗大使馆遭到破坏。抢劫者和围观者闯入阿萨德位于大马士革的总统府，一个接待大厅被纵火焚烧。距离总统府几公里外的阿萨德官邸也几乎被洗劫一空。据法新社报道，房间里只剩下几件家具、散落的文件和一幅躺在地上的被推翻的总统肖像画。伊朗驻大马士革大使馆也遭到破坏。据法新社报道，一些人将办公室内的物品装入停在使馆外的卡车。德黑兰时报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的话说，伊朗外交官在大马士革使馆遭到袭击前已经离开。部分军队显然仍在战斗。即使在阿萨德出逃后，似乎仍有部分军队在继续打击起义斗士。据武装部队称，针对恐怖组织的军事行动仍在哈马、霍姆斯和德拉等城市周围继续进行，民众应保持警惕，捍卫叙利亚的主权。根据起义斗士们自己的声明，他们还在该国东北部推进。起义斗士们在叙利亚国家电视台的一次讲话中说，他们已经控制了戴尔索市以西的地区，该地区此前由叙利亚政府军和同盟民兵控制。戴尔索位于幼发拉底河畔，
是叙利亚东部和中部地区之间重要的运输和补给线。最近几天，起义斗士们宣布占领了许多重要城市，但尚不清楚他们是否留下了保卫这些城市的战士。此外，还有各种反叛组织，其中一些组织的目标各不相同，甚至相互矛盾，这可能会在军事上削弱他们的力量。另一方面，据说许多士兵开小差，甚至携带装备逃往伊拉克等邻国。总体而言，局势依然不明朗。上周以来的新战斗，叙利亚内战始于2011年的反政府抗议活动，这些抗议活动在阿萨德的命令下遭到残酷镇压。随后，各种团体纷纷起义。多年来，包括俄罗斯、伊朗、土耳其和美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卷入了战争，约1400万人流离失所。据联合国估计，迄今已有30万平民丧生。好，朋友们，接着我们看看德国电视一台的另一个报道。叙利亚的权力交接，阿萨德下台后的不确定性。叙利亚阿萨德政府倒台后会发生什么？美国总统拜登已经表示愿意为权力交接提供帮助，然而许多事情仍不明朗。一位专家说，这种不确定性也令叙利亚人担忧。好，我们继续往下跳过一些段落。拜登说，历史性机遇。美国总统乔拜登为叙利亚权力移交提供帮助。他说，美国将寻求与叙利亚所有团体接触，以便在联合国主持下制定新宪法，从阿萨德政权过渡到一个独立自主的叙利亚。拜登接着说，叙利亚政权的垮台是一项基本的正义之举。叙利亚人民现在有一个建设更美好未来的历史性机遇。即将离任的美国总统说，必须追究阿萨德的责任。我们不清楚他在哪里，但有传言说他在莫斯科。俄罗斯通讯社此前报道称，阿萨德及其家人在莫斯科找到了避难之处。伊朗说，从未向我们寻求帮助。除俄罗斯外，伊朗也被视为阿萨德最亲密的盟友。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齐说，我们从未被要求提供帮助。据他称，伊朗曾预计叙利亚会发生长期内战，但没想到会如此迅速地被推翻。阿拉格齐认为，即使阿萨德在抵抗伊朗宿敌以色列的战线上是一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盟友，这也不会阻止伊朗进一步反对以色列。我们再往下看，关于如何处理叙利亚难民问题的讨论，德国已经提出了如何应对众多叙利亚难民的问题。绿党政治人物安东尼·霍弗赖特警告说，不要对他们采取更强硬的行动。他对德国一媒体集团说，现在完全不清楚叙利亚会发生什么。任何在阿萨德倒台后改变我们的移民政策，并对叙利亚难民采取更强硬行动的想法，都是完全不合时宜的。现在我们来看看德国国家电视一台在 X 或者也叫推特上的网友评论。这个平台上的评论应该最能代表德国网友们的真实想法。我们看第一条评论，伊斯兰圣战分子也经常在镜头前斩首儿童，他们绝对是西方值得信赖的谈判伙伴，甚至可以是西方的盟友吧，毕竟他们也反对阿萨德。下条评论，是的，当这个国家因为伊斯兰主义者而一切安全时，叙利亚难民已经可以返回他们的祖国了。我们接着往下，就像在伊朗、阿富汗和伊拉克一样吗？好，我们继续往下。我为许多在德国的叙利亚人感到高兴，他们终于可以回到自己的祖国了。机场是否已经为他们这些人准备了特别航班？下条评论，沙漠解放组织说的有组织的权力移交是什么意思？德国媒体把恐怖分子说成是起义斗士。无论如何，你可以看到各种公开枪毙的视频。叙利亚中央银行也像其他各种建筑一样被洗劫一空。继续往下，继阿富汗之后，叙利亚现在也成了伊斯兰法西斯统治下的国家。下个会是谁？埃及、英国还是另一个欧洲国家？好，我们再往下看，这是点赞最多的一条评论，多达2000多条。他说，他们会把所有的同胞都接纳回去吗？那样的话就太好了。我们继续看下条评论。
叛军怎么可能让一个国家和平呢？他们缺乏这样做的能力，因此对该地区的期望值不应该过高。这个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下条评论：德国人何时推翻自己的政权？继续往下，那就太好了，这样所有阿萨德难民都可以回去了。再往下，对叙利亚人来说，这将是一个巨大的发展，这样那里就不会再有迫害了。德国也将减轻人道主义援助的负担，庇护的理由将不再适用，驱逐出境也将成为可能。下一条评论：太完美了，这是好消息，这样所有叙利亚人都可以回家，不用再忍受我们这些异教徒了。下一条评论：叙利亚伊斯兰主义者对权力有序交接的理解是什么？他不一定要与欧洲的想法一致。下一条评论：喜欢在这里庆祝的叙利亚人终于可以回家了。我们继续往下看，我们根本不在乎在德国的叙利亚人庆祝叙利亚的权力更迭，并为此感到高兴。当100万叙利亚难民飞回自己的国家重建家园时，我们的机场会爆满，永别了。好，我们再往下看啊。阿萨德已经垮台，一夜之间，数百万叙利亚人寻求避难的理由已不复存在。阿萨德已经垮台，一夜之间，数百万叙利亚人寻求避难的理由已不复存在。我祝愿他们在重建他们的国家的过程中一切顺利。再见了。下一条评论：当然，你们德国电视一台也可以信赖你们的伊斯兰朋友的话。下一条评论：从一坨屎到另一坨屎。继续往下，砍头天堂可以来了。我们再往下看，你们为什么突然写伊斯兰主义者了？多年来，他们一直是积极分子、起义斗士、民主人士、好人等等等等。下一条评论：我希望长期受苦受难的叙利亚人也能平安。我个人对此表示怀疑，看看阿富汗吧。好，我们继续往下。伊斯兰国基地组织努斯拉现在被称为叙利亚伊斯兰主义者起义斗士联盟。时代变了，突然间恐怖分子成了解放者。大约10年前，这听起来是不一样的，但由于美国和以色列的援助，他们现在成了好人。好，我们再看下一条评论啊。说了一大堆关于权力有序移交的废话，于是这位网友转发了叙利亚中央银行被抢劫一空的视频。我们看下条评论：伊斯兰主义者做伊斯兰主义者的事。然后呢，这位网友也贴出了叙利亚中央银行被抢劫一空的视频。最后，我们来看看德国电视一台报道的在德国的叙利亚难民庆祝阿萨德倒台的在推特上的网友评论。第一条评论：叙利亚将变成阿富汗 2.0， 他们应该赶快回家。继续往下，如果其中一些人一直都是起义斗士、伊斯兰主义者，又名战争参与方，那他们为什么会在德国这里呢？但至少他们今天都还能回叙利亚，不是吗？继续往下看，呼啦！现在叙利亚人都可以回去了，当然带上所有的罪犯。现在德国很快就会有足够的居住空间，也会有足够的资金用于社会设施、基础设施。因为我们节省了大量的公民金和福利。再见。好，我们看下条评论。叙利亚流亡者是在庆祝阿萨德的倒台或伊斯兰恐怖分子的胜利。2017年，美国大使馆仍然称那些现在被我们的媒体轻描淡写地称为反对派或起义斗士的人为恐怖分子。下条评论。
叙利亚已经从阿萨德手中解放了，我们的客人们什么时候回家？好，接下来呢，很多评论都说，在德国的叙利亚人什么时候离开德国，回到他们的叙利亚？可见他们这些人在德国人心目中是多么不受欢迎啊！好，我们再往下看，德国电视一台的每日新闻，一个总是让人哑口无言的新闻节目。下一条评论，在庆祝现场直接派发回程机票，双赢。我们继续往下，阿拉伯之春一开始也受到了庆祝。下一条评论，欧洲的情况不会有任何好转，恐怕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也许我错了。好，我们看最后一条评论。我希望庆祝的人已经订好了回家的机票，现在需要每一个有技能的劳动力来重建叙利亚。好吧，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叙利亚局势将如何发展，我们拭目以待。希望该国的老百姓少受一些苦难。